大家早啊。早。好，那今天我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哈，最近的一些状况哈。那我先报告，然后等一下我会请我团队的成员卓耀东教授来报告我们最近的一个应该算是蛮不错的亮点哈。这个请大家这个参考。好，这个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哈，总共包括我有5位哈。那分别都在这4位其实都是我的博士学生哈，所以平常其实他们都有跟我在做计划，不管是科技部计划、这个教育部的深耕计划等等这些哈，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跟着我非常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这个 coordination 是非常好的。好，那这是我们计划书里面写的这个我们的 roadmap 哈，我们的目标了哈，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就是我们要参与国际的一些组织啊，然后发表一些论文啊等等哈，然后做一些国际交流啊这些。好，那这个根据科技部的这个指示哈，我们就按照这些列了我们最近的一些成果哈，像有关这个开疆辟土哈，接轨国际方面呢，首先我自己列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最近的一些成就。我现在今年1月1号开始担任这个 IEEE Computer Society 的这个 Vice President 哈。这个 Computer Society 是 IEEE 里面最大的一个 society 哈。那我是去年是在这个沙克顿计划之后才被选上的哈，所以可以算是这个计划的成果哈。我是去年这个9月的时候这个选举才出来哈。那另外我现在也担任这个 IEEE Fellow Committee 的这个评审委员哈，那已经是今年是第3年了哈。那另外我也担任这个Computer Society 的 Board Governor 啊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哈。那其他的成员呢，像黄世嘉教授，目前也开始慢慢担任一些职务哈，在 IEEE 啊或者一些 conference。好，那尤嘉木教授也是担任蛮多的这个conference 的一些 committee 的 member 啊，一些职务哈等等这些。然后在有关这个 editor 方面哈，那除了我自己现在担任 IEEE Translation 几个这个 journal 的这个 editor 以外，那我们的团队成员黄世嘉教授现在也担任 IEEE 的一些editor 哈，然后尤嘉木教授也担任 ACM Translation 的一个guest editor。好，那另外呢，有关这个研讨会的一些成果哈，那目前呢，我们已经获得这个举办2021年哈这个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pendable Systems and Networks 哈，这个会议呢是我们这个 Dependable Computing 跟这个 Security 哈里面的一个最顶尖的会议之一了哈。你可以看到它历史非常悠久哈，已经是第51届，今年是第50届，那明年要在台北举办哈，这个是第51届哈。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 computer 的历史哈，也不过这个50-60年而已哈，所以这个算是目前在 computer 领域里面哈历史最悠久的这个会议之一哈，而且是最顶尖的一个会议哈。好，所以我们已经争取到就是明年了哈，明年6月。那我的团队成员哈，通通都参与这个 conference 的举办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在这个会议里面担任一个职务。那另外呢，尤嘉木教授他自己也会就是说备手我们这个沙克顿计划呢，去办一个今年6月会办一个这个 security and privacy 的这个算是 workshop 了哈 ，private S&P Day。那他也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会议的这个组织哈，那黄世嘉教授还有周耀新教授等等哈，都参与了蛮多的其他的这个 activities。好，那这个一些奖励哈，那我自己本人这个也是在这个沙克顿计划之后哈，获得一个我的母校了哈，我是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的这个 Computer Science 毕业的哈。那他今年颁给我一个 Distinguished Academic Achievement Alumni Award 哈，那我在10月的时候去领奖的哈。
那同时也在12月也刚获颁这个我们电机工程学会的这个电机工程奖章哈，这是我自己本人的哈。那另外我们这个黄世娇教授他写了一个书哈，这个轻松学会 Google 哈，获得这个伯克莱的这个畅销书第3名哈，我想这个也是蛮不错的。那尤家木教授他去带学生去参加这个隐私去识别化的一个竞赛哦，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国际的这个竞赛哈，他得到这个第1名。好，以及这个 Best Anonymizer， 好，就说这个我想就是跟隐私有关的哈。那最后呢，last but not least， 哈，等一下我会请这个周耀东教授来报告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亮点哈。我们现在请周耀东这个担任我们现在新成立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技术长哈。那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我们跟裕创科技合作的一个计划，那现在发展成一个新的公司出来，好，那我们也刚刚去参展这个 CES， 好，等一下这个周教授会报告。那在 CES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子展，好，在上个礼拜刚刚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举行，好，那我们的东西哈获得非常不错的一个评价，哈。甚至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哈都有报道哈，那甚至我们这2天才收到这个 EE Times 哈，这是电机在世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报纸哈，那它是把我们列为5个主要的这个未来的方向之一哈，这个非常的这个不错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周耀东教授会在详细的报告这个技术的内容以及一些他去参加 CES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啊。好，这个是我去这个伊利诺领奖的一个照片哈。那这个除了我们 academic 的这个award 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年轻的young faculty 的这个 award 哈，还有一些 industry 的这个贡献的 award 哈，所以这是通通在一起。好，那我们的一些标杆研究哈，我想把这几个我们团队成员的这个目前做的比较重要的这个研究跟简单的报告一下哈。那这个黄世嘉教授现在在做一些相关，其实跟昨天吴教授报告的这个自动车有一点关系哦，也不是说有点关系，其实很有关系哈。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很这个黑暗就是说不明亮的环境之下，那你怎么样去 recognize 这个物体？哦，那这是相当困难的。你白天要 recognize 有物体很容易，对不对？但如果很黑暗这个光线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去 recognize 这个物体？所以这个黄世嘉教授他也是北科大的一个教授那另外周耀新教授呢，他现在做比较多一些在量子计算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他 develop 一些所谓的这个量子启发式或是人工智慧的这个演算法那可以应用到一些领域比如说可以应用到这个financial 这个 fintech 上面去。那另外这个尤嘉木教授跟这个周耀东教授2个主要都是研究在这个 security 跟这个 privacy 上面那像尤嘉木教授现在有针对一些所谓的对抗样本工坊的一系列的研究那这个其实未来也是可以应用在这个自驾车上面因为你这个 image 的 recognition 如果说被人家侵入你可能把红绿灯把红灯变成绿灯或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不见了，对不对这都可以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安全上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是在这个 security 上面。那另外在这个privacy 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去识别化的这个研究那特别是周耀东教授等一下要报告的就是有关这个去识别化那这是我刚刚已经讲，我们跟这个裕创科技共同开发的。那目前已经在这个消费展已经展出，那看起来是很多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公司他们都相当有兴趣希望把这个
跟他们合作哈，或是把东西卖给他们。好，那我想我简单报告到这里哈，等一下就请这个周耀东教授来报告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成果哈，以及到这个 CES 参展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讯息。好，那就麻烦周耀东教授。好，谢谢郭老师的刚刚的一个介绍。那我是逢甲大学通信的周耀东。那其实我就是跟之前郭老师在博士班期间，我在这个部分在 data security 跟 privacy 这个部分已经研究了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了哈。那就是所以我们基本上我的在研究领域上，就是从一般的软体的 data security privacy 的开发到底层的硬体，到最后的晶片的成品的设计上哈，大概都有所整合。所以我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从一开始的软体的设计，那软体的验证到韧体的设计、韧体的验证，到最后晶片的设计、晶片的验证啊，我们最后到 CES 的展出这样。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做一个 PPU 那 Privacy Processing Unit。那主要是为了就是对于因现在的大数据还有物联网的这些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大，那所产生的资料量也越来越多。那其实这些资料量，大家每个人在服务型公司或网络公司里面或系统公司里面，他都想要拿这些资料，那有什么目的？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相当有价值的，你可以从这些资料分析出使用者的行为，那进一步去创造出更多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应用出来。OK， 那我们从一些市调统计上面来看，那的确是这每一年，但我没有把每一年都列出来。不过就是在预测上，就是你在到达某一年的时候，你的资料量会到达某一个程度。那其实，在真正的统计上呢，它呈现是一个 exponential 的一个成长的趋势。那它在整个在商业上的价值，就 business model 上面，它在2020年的时候会达到260个 billion 哦，那就是它的 market size 这大概这么大。那这些资料你要被用的时候，其实当然公司那个服务型公司、网络公司，它收集资料，它用越多越好嘛，拿到越多越好。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让你用，你拿到这些资料，你等于是在 monitor 我嘛。那这件事情我就会有一些 privacy 的一些 concern 出来 ，OK。那所以开始就会有人去注重说，好，我承认这些大资料，这些大资料里面，那我如何保护这些资料的一些包含的安全啊，或者是隐私？那其实资料安全跟资料隐私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啊，好，不一样方向。那我们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是指的是 data privacy 的一个部分。那在整个物联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size 里面呢，那它大概就占了9个 billion，OK。那所以我们的晶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market size 上面去找到它的一个突破点，这样 ，OK。那很多公司，那一些服务型的公司，那他们致力一直想要收集这些资料。那其实这边就有就是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个议题是，像我们例如说买 iPhone 的手机，我们付钱给他，啊，对，他保护我们的资料，因为他把我们资料收好，那也不会乱卖，因为它就属于他自己的，而且我们有付钱。那像脸书这种网络型公司，我们没有付钱给他，那他要赚什么？对，他就是赚你的这些资料，因为他的资料在卖给别人。那卖给别人去分析 ，OK， 他卖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有收入嘛。那或者是卖给一些饲料公司，他去做一些商业广告的一个宣传 ，OK， 他卖给别人没问题，他可能我本身没有要泄露，可是卖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泄露，那是谁的问题？最后回到是卖的那一个人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开始是说，为什么资料会泄露出来，就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在品牌的这些信任度里面，其实最高的就是最不信任，因为他觉得说，你拿越多我的资料，可是你却拿这些来做很多商业用途，而导致成我的资料渐渐的都外泄出去。OK， 那当然也有些公司是，我付了钱给你，可是你可能还是没有好好的保护它。
，OK， 或者是甚至用很多方法去提取我更多的使用者的行为，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在网络上这公开的资讯就是我们架一个监听软体在我的手机的那个区网里面，发现为什么在某些时段我的资料会被送到某一个特定 IP 的位置上面，好，那你就知道说，其实不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手机却偷偷在做这件事情，而他为什么要偷偷拿我的手机里面的一些资讯 ？OK， 那我们正面上思考是，他是为了我们好，因为他想要可能知道我们的习惯，他想要把他的使用者界面设计的好一点，但这是我们正面思考了。那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是就是他在监控我们的一些行为，而达到他可能一些政治或者是商业性的目的哦。Anyway， 那像这个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把资料对，我们在使用他的服务的时候，他不跟我们收钱，那可是他总是公司要生存下去 ，OK， 所以他想办法从我们这些资料去得到更多的获利，所以他就转卖出去。可是，在第三方的分析端那边，他分析完了，可是他却没把资料删掉，而不小心泄露出去。这个泄露，不管是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什么叫有意无意？有意就是 OK， 我可能就是放在公开网站上啊，我认为大家可能不会来，可是它就是不会被拿走，可是就是被拿走。另外一种是，我就放在我个人的储存空间里面，可是我系统被害进去，被泄出来，可是这个就你有保管责任。这个在欧洲里面的法规上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资料的收集者必须要有保护资料拥有者的人的资料安全隐私的一个规范在里面 ，OK。好，那在传统你在做资料收集上有一些保护的措施的哈，例如说像大家有时候在用一个软体，或者是你开了一个网页，那它会跳一个讯息说，我现在可能会收集什么资料，对吧？那允不允许？那基本上你要允许嘛，如果你不允许，大概你也没办法用。那个，对，这个就是强迫你允许 ，OK， 所以这个就很好笑嘛，因为你不允许也不行 ，OK， 那所以可是它就是收集了你的东西，因为它必须要拿到你的东西，所以它的软体啊，或者是它的那些应用程式才可以真正的运作起来 ，OK， 那所以它是用签署的方式。那它签署之后，那 OK， 它的资料拿来用了，那它要储存起来，它用加密的方式，加密，那这个加密的方式可能就比较偏在 security 的那一端，因为它有 key 上的一个问题。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定义在 privacy， 因为它可以做储存，就是加密储存的一个，但是安全上的攻击就是用 security 的议题去做攻击。OK， 那传统的方法已经不实用，为什么不实用？因为它有一些，第一个是我们 IoT 装置，你必须要负担很大的资料的运算，就是你要保护它，你是要做一些加密的机制，那你要负担那个运算的成本。另外一种是你有 key 的保护上的问题，对，因为你用加密机制，就是一定有一个对称钥匙或者是公开金钥匙，那才能做资料加解密的运用，并且就是你要信任那个资料收集端，它会好好保管你这一串钥匙，因为它要去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必须要解开来 ，OK， 好。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向，你就是假设第三方收集端是可信的，因为他收集的时候会好好保管，钥匙也会好好保管，不会乱卖之类的，OK。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效的，因为你好好保管这件事情，你是要完全依赖第三方嘛，对不对 ？OK。那我们希望是找到一个方法，这个东西是资料的拥有权。或者资料的保护方向是在使用者自己身上，他自己保护自己的资料，连第三方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都假设它是不安全的 ，OK， 所以他也不能看到我实际内容。可是你不能看到我实际内容，或者是你不能监控我的行为，那这资料对他没有用，他也不要收集了，所以也不行，因为你失去了商业价值。那其实两方面都输，因为它其实我们从正向来看，它收集这个资料，其实是为了优化它的服务品质，或者优化你的使用者的一些经验，就是你可能界面上，它帮你的设计的更加让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更加方便，或者是它提供了很好的一些知道使用者习惯，知道使用者需要什么东西，它提出了这些服务的软体出来
，OK， 但我们要从正面角度去看，但是你全部都把它隔绝掉，你都不给他，他想要做更多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也没办法做 ，OK， 所以这样就是两方面都是一个损失啦。那所以我们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晶片是能够让你的资料收集端，它可以顺利收集到它想要分析的东西。那但是我又可以自己保护我自己的资料 ，OK， 那在这传统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架了一个 VPN 啊，那这是一个就是其实这简单讲就是建立一个安全通道了，好，那在安全通道里面，那这个安全通道资料送过去 ，OK， 它可以去做收集使用。那在 VPN 里面，其实它也是假设那个 VPN 其实就是可信第三方啊，可是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我们连这个第三方我们都认为它不可信，好，我们不要信任，因为我们只信任自己，好 ，OK， 这样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不能让这些网络服务公司啊，或者是让 VPN 这些公司 ，OK， 它收集这些资料，它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就是法律上的限制。什么叫法律上的限制？就是它也不需要去保护我的资料，它也不需要对我的资料的管理上有一些法律上的责任 ，OK， 都没有。我们可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这保护它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因为保护它的原因是，它不是故意泄露的，可是它系统被害。那如果它被害了，它资料泄露去，它被罚钱。所以如果他连保管这个东西的责任都没有，他被害了，他就没有责任，他就不用被罚钱。OK，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晶片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资料在流出你的个人的装置里面，个人装置的时候 ，OK， 就是会先经过这样的一个晶片。那大概它可以帮你处理什么样的一些使用者行为？例如说，你去拜访网站，那这些网站里面它可能有一些你在浏览哪些网站，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用哪些 APP，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OK， 好。那我们就是让这些资料做了去识别化的一个动作，那就是你可以把它想的是 encoding 的 data， 那这些就是 encoding 的 data 之后，它还是可以被分析这样。OK， 那我们这个晶片是一个大概是1 mm by 1 mm 的一个 size， 那其实成本很低，所以我们跟很多那些我们这次去 CES 展的时候，跟很多的一些国际厂还有就是谈到，连订单内容大概都有去谈到，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成本对他们的一个，例如说我们跟中国大陆某一个很最大的家电厂去谈，那他们想要把他们产品卖到欧洲里面，可是又有资料流上的问题，因为他们 APP 要去收集这个资料，那一个家电卖过去，我们这个成本对他们来说根本有跟没有一样，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到底对我们来说可以下多少单？把这个晶片嵌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 ，OK， 那这是我们做的 B to B 跟 B to C 的一个策略，就是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手机端都有这个晶片。那但是要整个打入到手机的供应链里面，其实难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又做了 B to C 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就是它是一个个人型的，你只要一般的手机里面 plug in 我们这个 USB dongle。这个 USB dongle 里面有我们的晶片，那你的手机就会出现那个 lock 的动作，那代表你的使用者的动作在里面操作的动作都是就是透过网络出去的时候都是被去识别化的。那我们这边它里面背后有一些理论生成的意义啦，那其实这些其实这个东西都不是说没有所谓理论的依据而能够保护这个资料。它背后有另外一层理论的意义是，它在2016年的时候，在库克在他们 WDC 大会上，其实也提到这个下一世代的隐私策略我们这个背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去做资料的保护。那当然它有它的一个理论上的证明。那这我们都有我们的论文刊登在那个顶尖的期刊上面。那我们也有file一些专利的不过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细节上就不讲。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资料上的保护。其实我们对每一个资料，我们加了一个随机乱数传递在硬体上面。那每一个资料我们要送出去之前，每一个资料我们会转成 bit stream， 那 bit stream 我们做去翻转，那每次翻转这些翻转都是用乱数随机产生一些决定，它到底是0或1。
那你可以想象的是，一个原始资料是这一串的一个黄色的地方，就是这个资料的 feature。那我们经过一些几率的翻转之后，它的 feature 变多了，或者是它的 feature 是被掩盖掉，没有 feature 了。但是这些过程中，都有它的一些资料保护上，网络上保护资料的供给的意义在。例如说，我们防止长期的统计分析的供给的意义，或者是我们可以防止一些 side channel 的一个 attack 的一个供给的保护的机制。那细节上就暂时不讲。那其实重点是说，你做了一个随机的保护。这个随机保护里面，你又要能够留下，在某些成分下，你要能够让你的资料的分析性能够提高，这个是必须要整个在演算法设计上必须去琢磨的部分，包含了你的安全程度，你的随机性要够高，那在你的所保留的 feature， 能够足够让你去分辨出原始的资料的一些意涵 ，OK， 大概是这样。那再从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来看，假设我们的这个原始资料是一个蒙娜丽莎的图片，那每个人都只送其中某一个部分，那经过我们的 PPU 之后，它被扰乱掉，所以我没办法从这样的一个每个人所送出来的东西去回推回去，它到底送了什么东西，但是它最后拼起来的时候，它可以知道整个资料的趋势，所以它可以做到你到底要分析这些资料的一些趋势在哪里，或者是你可以知道这些资料它的大家是在做什么事情 ？OK，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项目。那其实它的实际上的资料的分析意义是，你的资料是基本上会拿到，假设这些资料都送过来，假设我不知道，我只拿到这一串，那我想办法把它拆成这些东西，拆成这些东西我就知道说，它浏览哪些网站几次，例如说它浏览的Google 2次那个雅虎1次并1次类似这样。但是你这些资料很多的时候，这些加总起来，你不是用人力可以去算，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 machine learning 或那个 AI 的 model 去做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导入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在里面去算这件事情。OK， 那我们达到了这些资料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项目。大我们也有那个 benchmark 去做比较 Google 的一个软体的 solution。那 Google 软体的 solution 其实第一个是它软体的架构。第一个，你要信任它设计这个演算法是对的。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演算法不能被达到注入攻击，因为你的 malicious code 如果放到他们的 software 里面，基本上他们整个系统就会 crash 掉。那我们这个是一个硬体晶片层级，而且我们的安全层级的程度比他们高，就随机性比他们高。那我们的精准度也比他们高，就是10万笔资料的情况下。就是蓝色是你的原始资料，橘色是你预测的资料。那我们在10万笔预测资料也比他们准，就是你要覆盖原始资料的那个覆盖性越高，就是准度越高嘛，因为预测。那我们在300万笔的时候，我们准度几乎很高了OK， 那我们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晶片的层级里面到目前大部分都是做 data equation 的那我们是唯一作为一个去识别化，而且处理串流资料的一个晶片OK， 那它有一些 feature 啦就是我们可以符合 GDPR 的一些法规那 real time 的 data streaming 的处理那 user control 还有100%允许你资料分析没有保管上的责任，因为连那个收集方他都无法推回去原始资料，因为他没有钥匙的。OK， 那我们这是在那个 CES 的一些展出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在 CES 拿到2个摊位，我们先向那个 CES 大会申请，那我们被允许 ，OK， 所以我们就去展出。那我们同时也跟豫创合作嘛，所以我们在这边豫创也给我们一个摊位。那这是我们在 CES 自己拿到的一个这是台湾代表队的一个摊位。那我们在被 CES Daily 里面评为就是在 Top 10的那个创新技术开发的其中之一那这边是它的一个杂志，我们是这一个在这边，这是我们在 Top 10。那同时那个鸿海的那个新任董事长他也知道这个晶片，特地也过来看一下这个晶片跟他们那些产品面怎么去做整合所以我们当下都有他们特助在场，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们特助在联络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部门的人员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了解。OK， 那我们在 eTimes 里面有被做一个专题的报道那同时在 eTimes 的最大主编那边有一个最大主编，那这最大主编他就是
特别对我们做一个专访。那他也把，因为他当下他在这几天就是专访很多，那我们被列为第5个，就是在5大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哦，就是我们在是那前面有1、2、3、4的，好，那我就直接因为配局太大了，这没办法，所以我的第5个，好 ，Let's Big Data 的这一个，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隐私策略里面，其实在欧美市场受到相当大的一个重视，而且 Apple 在 G28年之后，它第一次回到 CES 做演讲，那它的演讲议题就是 Security and Privacy， 所以在整个会场里面 Security 跟 Privacy 的议题又受到相当大的重视，因为在 G28年之后回去的第1场演讲却是讲 Security and Privacy，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是非常，在整个 CES 的大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我们在这个里面也是第一个可以把这样的晶片做出来之后，可以跟手机或者是做成那个 B2C 的一个模式，可以 plug in 到手机端的。OK，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在做这样的一个技术，跟在我们到产品面的一个程度，那到国际上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好，那其实我们在过程中有接触到很多的厂商，比如像中国大陆的最大家电厂美的呀，那还有接触到那个美国军方。好，那土耳其政府的，好，那还有接触到腾讯，好，那他们就是那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电子消费产品，他们要卖到欧洲里面，那可是他们又要有收集资料上的需求。那欧洲的法规 GDPR 在去年在前年啊，2018年5月的时候正式执行，执行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在2016年开始 announce 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了，那大家开始做好准备，那大家很多全球大公司的法务部门啊，或者是一些技术部门都有去 ，OK， 那也特别的去讲说，如果你的资料不小心泄露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泄露出去，但每一次就是累进累罚，好，就是每次每踩到一次就罚一次，那一次罚2000万欧元，所以这个时候是。相当受到重视，你要进入到欧美市场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市场的时候，你就必须对你的资料有一个保护的一个策略。OK， 那这是我一个整个的演讲。那如果有问题可以欢迎提出来。好，谢谢大家。